嗨，大家好，我是玲珑左近次祢豆子。今天我们要讲解的是《鬼灭之刃》里面的一些剧情，但是其实跟剧情没有相当的关系。不过在这个讲解之前，也要稍微讲解一下我玲珑左近次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物。我是之前的水柱，在50年前我就已经当了水柱。至于我的战斗的实力，相信大家都很好奇，到底我的能力有多么强大呢？这个在50年前我就已经遇到了12鬼月的上弦山。上弦山，各位如果最近有看这个无限列车的这个电影的话，就知道上弦山的实力到底有多厉害。50年前我就跟他交手过，未曾落败，各位就知道玲珑左近次的实力到底如何了。玲珑左近次就是这个炭治郎的师傅，所以今天我要把传授给炭治郎的所有的这些武术也传授给各位。今天就是来讲，在这个最重要的里面的呼吸到底是如何进行的。整个武术的运用里面，我们知道，不管是武术的运用，还是修炼，还是养生，呼吸都代表着非常重要的一个项目，也是所有的这些的基础。所以呼吸法是相当重要的，不只是入门的，而且深入也是需要靠呼吸法来创造更完美的招式，或者更厉害的内功的运作等等，都是要靠这个呼吸法。首先我要跟大家介绍一下呼吸法，我们先从道家的来介绍一下。道家的呼吸法最简单的分成文息跟武息，相信文息跟武息，大家如果有看我们的影片的时候，在之前有一集已经讲到有仙术的这个方面的时候，已经稍微有听过了。文息跟武息就是文息就是轻松的用鼻子把气吸进来，吸到我们的丹田，丹田就是在肚脐下面3寸的地方，这个叫做下丹田。对，没错，这个下丹田，我们把气吸进去之后，吸到满，慢慢的吸，把它吸满之后，再慢慢的吐出来，这个就是文息。武息的方面就是慢慢的吸进来，把它吸满，然后停住，停到已经没办法再停的时候，再缓慢的把它吐出来，这个就是武息。这个是修仙的一个基本的呼吸法。今天我们在这边就不介绍修仙的过程了，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回去看我们另外一部影片，就可以发现里面有讲解修仙的方式。今天最主要介绍的是全集中呼吸法。全集中呼吸法就是如何能产生最大的体能的一种呼吸法。我们都知道，在这个《鬼灭之刃》影片之中，全集中呼吸法，各种呼吸法，比如说水之呼吸法、火之呼吸法，这些呼吸法它的用意是把气吸进我们的身体，然后到了心脏的地方产生更大的血液流量，把这个氧气送到五脏六腑，产生更大的威力，体能爆升。但是其实它内在有一个更重要的一个要点，呼吸不只是带来血液量的增加，它带给我们的是把外界的能量，也就是气，吸到我们的身体里面，提供我们五脏六腑的运作，这才是它内在秘密的一个真正的用意。所以呼吸吸进来的不只是空气，还有能量，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气。那个气是气功的气，不是空气的气。没错，今天就是要教各位这种全集中呼吸法。现在我要告诉各位，呼吸法如何将这个呼吸能够调到最圆满、最顺畅的状态。呼吸分成4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叫做风。在风的阶段来说，我们呼吸用鼻子呼吸会有声音，会有吸气吐气的声音，会这样，会有吸气吐气的声音。
这种叫做风的阶段。第二个阶段叫做喘的阶段，喘不是这样，不是这样，不是这种喘。喘的意思呢，就是不顺畅的意思，卡卡的。也就是说，虽然我们吸气吐气已经没有声音了，但是它中间会有一些断点，好像没有吸顺这样，也忽大忽小，而产生一些不顺畅的状态，这个叫做喘。这个是第二个阶段。那第三个阶段叫做气，不是生气的气，是运气的气，空气的气。在气的阶段呢，我们呼吸已经没有声音了，然后吸气的时候也不会有断点，也很顺畅这样子，整个过程是非常顺的。那这个是气的阶段，但是它呼吸的气还是比较粗的，也就是不够细微。这个是第三个阶段。到了第四个阶段叫做息，息就是休息的那个息，休息我们也休息一下。息这个阶段就来到了呼吸也没有声音，呼吸也顺畅，然后但是呼吸的气息呢非常的微弱，好像是若有似无这样呼吸，然后有时候你几乎感觉不到自己在呼吸，然后呼吸的这个节奏非常的长，你自己都不知道呼了多久，也不知道吸了多久，它节奏非常的细而且长，这个就到了息的阶段。我们要求的是气跟息的这个阶段，才能够让我们的内在升起无限的能量来运作。所以最重要就是气跟息这个阶段。现在我要把呼吸这种基本的原理带进各种不同属性的呼吸法。休息够久了，可以起来了。大家都知道祢豆子会一直睡觉，睡很久，终于起来了。好，我们来把刚刚教的这两个气跟息带进各种不同属性的呼吸里面而产生作用。首先要告诉各位的是土之呼吸法。土之呼吸法顾名思义，就根植于大地的一个呼吸法。我们用到了我们的海底轮，没错，海底轮各位应该都知道在哪里。那海底轮就是关系着我们是不是有一个自信感，能不能扎根在这个土地上面，能不能心想事成，然后是不是有一个强大的存在感，这些都关系着这个土的地方，也就是海底轮。那土之呼吸法，我们就要用到这个气或者息。气跟息用在哪里呢？其实它都是一样的，只是气是用在我们行动上，或者不是静坐的时候，或者不是躺着，或者安静下来的时候，是我们平常在活动的时候，我们就要达到这个气的这个阶段。对，也就是说，呼吸要没有声音，也要没有断点，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就可以了。它是比较粗重的呼吸没有关系，但是不要有声音，也不要有断点，这样子。那我们要怎么去产生这个土之呼吸法？我们要把我们的注意力放在我们的海底轮，注意不是看海底轮，是注意力放在海底轮。所以你不用去看它，你只要轻松的坐着，然后把你的注意力放在海底轮的地方，然后这时候呼吸。注意着海底轮来呼吸。如果你是静坐或者躺着，你就可以使用息，让你的呼吸能够达到息的这个阶段，然后注意着海底轮呼吸。这时候能量是最强大的，你的海底轮会被完全的激发。这个就是土之呼吸法。当你觉得你不够扎根在这个地球上的时候，你就使用这个土之呼吸法。或者你要显化的时候，你也可以使用土之呼吸法，因为它可以把你的思想落实到这个地球来，是一个相当好的呼吸法。第二个，我们要介绍水之呼吸法。水之呼吸法，也就是那个炭治郎使用的这个水之呼吸法。没有错，这个呼吸法用到的就是我们的腹轮，也就是腹部的这个脉轮。所以也是一样，使用气或者息这两种呼吸法。我们在行进间
我们就使用气的呼吸法。那我们在这个静坐或者躺着的时候，我们就用息的呼吸法。这个呼吸法进到这个腹轮的地方，腹轮叫做下丹田。下丹田是为什么叫丹田？就是结丹的一个田地，也就是一个储存能量的一个容器。所以我们用这个水之呼吸法，就能够把能量、气很强大的能够储存在我们的下丹田的地方。所以各位用这个气或者息的呼吸法，你就会感觉到下丹田热热的。这个到底有什么用呢？这个下丹田的地方可以强身健体。如果你常常能够保持下丹田能够有很强的能量的时候，你不太会生病，这是一个很大的好处。另外一个重点就是你不会有一种自我的罪恶感或者受伤的感觉。当你有一种受伤的感觉的时候，就代表你这个腹轮已经能量萎缩了，你会有受伤的感觉。比如说当别人说你什么坏话，然后就讲你的时候，然后你就觉得有受伤的感觉，这时候你就可以立即使用水之呼吸法来补充这个脉轮的能量。这个水之呼吸法除了能够让你增加你的存在感，不会让你有受伤的感觉之外，然后也可以强身健体之外，它还可以让你的下丹田产生了很大的能量，这个能量自动会从你的脉轮往下走，走到背后脊椎的地方，再往上走，然后再从头顶再从前面下来。当它能量足够的时候，它自然会这样运作，这个就叫做小周天。所以水之呼吸法为什么这么厉害呢？就是因为它有这样的一个作用，能带动整个身体的气脉运行，打通任督二脉。接下来要讲的是火之呼吸法，用到的是我们的太阳轮。太阳轮是我们自信心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脉轮。自信，yes。只有当我们太阳轮能量不够的时候，我们会觉得我们的自我非常的渺小，觉得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都比不过人家，是一个很委屈、很渺小的一个存在。当我们需要产生这种自信心的时候，我们就需要火之呼吸法，同样使用气或者息这两种呼吸法，把我们的气吸到我们的太阳轮，把我们注意力注意着太阳轮，然后来呼吸。这时候我们就会产生无比的自信心，要做什么事情都能够一举成功。没错，这个就是火之呼吸法。接下来我们要来讲解的是风之呼吸法。风之呼吸法用到的脉轮就是我们的心轮。当我们觉得我们没有爱，然后我们是一种很委屈的，我们没有爱，没有人可以给我们关怀，我们自己也生不起这种爱的感觉的时候，我们就来进行风之呼吸法。当我们心轮能量满满的时候，我们就会很有爱，并且能把这个爱散发到这个世界来。这就是风之呼吸法，使用很多才会变这样。它是一个爱的脉轮，所以使用风之呼吸法，把能量送到我们的心轮，这样我们就会有满满的爱。接下来我们介绍的是空之呼吸法。这个空之呼吸法所用到的脉轮就是我们的喉轮。喉轮关系着沟通的一个管道。当我们很难跟外界沟通，或者说我们也觉得别人的心我们很难理解，别人讲的话很难理解，或者我们也很难跟别人沟通的时候，那我们就要使用这个空之呼吸法。像祢豆子就是因为它这个喉轮完全阻塞，然后产生了极大的障碍，完全没办法沟通，所以这个要医好，要慢慢的恢复才行。它没有办法完全沟通，没办法讲话，所以它最需要的就是练习空之呼吸法。
祢豆子的意思是，他没办法讲话，其实不是因为他没办法说话，喉咙卡住，是因为他带着这个才没办法说话。原来是这样，了解了。你看，我了解他的他的意思，我容易了解他的意思，也是喉咙的作用。所以这个风之呼吸法就可以把能量带进我们的喉咙，这样子我们就能更有效的去做沟通了。刚刚讲了，你看从土之呼吸法，土其实就是地水火风空这个5个世界的属性都已经讲完了。那各位想说，奇怪，那明明脉轮就不止这几个，还有眉心轮啊。现在各位，我要跟你介绍的就是眉心轮是什么样的一个脉轮，它的属性到底是什么？它的属性属于神之属性。所以接下来讲的这个就是神之呼吸法。我们要从人升格为神，或者从人要能跟神产生连结，或者拥有神一般的能力，全部都要靠这个神之脉轮、神之呼吸法来让我们的眉心轮产生作用。连我们的灵魂出窍啊，各种神通啊，都会用到这个眉心轮的作用。所以神之呼吸法是非常重要的。刚刚讲到下丹田，在我们脐下3寸的腹轮上面，中丹田就是我们的心轮，而上丹田就是我们的眉心轮。所以这3个地方是一个储存能量最好的地方。我们要记得，这3个地方是储存能量最好的地方。储存在我们的腹轮这个地方的时候，代表着我们在运作物质界的交换，也就是分子结构的交换啊，等等这些，也就是比较物质性的。你要去显化，也要把物质性显化出来。在心轮的地方，我们运作的就是能量的交换。我们把心轮的能量可以投射出去，然后从外界把能量输送回来，产生一种交换。或者你储存了庞大的能量在心轮这个地方，就能够运作能量的这个层面。没错。心轮打开。在我们上面这个上丹田，它运作的就是量子力学、量子纠缠、量子的一个循环，以及量子讯息的投射跟接收。所以这个才叫神之呼吸法，它的属性是属于神。所以同样是使用气跟息来达到这个效果。但是对于我们的眉心轮来说，最好的一个运作方式是我们静下来，然后打坐，用轻松的坐着的方式，然后稍微有点像冥想这样的一个方式去呼吸我们的神之脉轮。这是最好的方式，因为它最好的方式是用到息而不是气。其他的脉轮都可以用气，但是在这个眉心轮最好是能够达到息的呼吸法才是最有效果的。今天我们把这个各种不同的呼吸法带给大家，大家就知道如何运用这些呼吸法，能够让自己的能力倍增，或者在自己需要能量、需要被支持的时候，如何运用这些呼吸法来让自己得到大自然能量的支持。没错，今天玲珑师傅就传授给大家这一套全集中呼吸法。最好的全集中呼吸法就是我们需要的时候去呼吸它，没有需要的时候，平常生活中你就可以选择一个脉轮来做呼吸法。你觉得你最需要的一个脉轮，平常在行为上、行动上，你就可以去呼吸法，让你自己能够一整天都在补充能量的状态里面。这个动漫里面叫做长钟，长钟就是随时保持着呼吸法。所以这个就是今天传授给各位的。祢豆子又睡觉了，我也该休息了。今天谢谢各位，再见。